山西的村子里除了中式古建，还有精美的哥特式建筑。你审核员也别这个瞎搞，这都是合法的东西。有人吗？能开门进去吗？现在我们正在往霍州市东南方的一个村子里在走。这个村子有一个荒废的天主教教堂。其实在山西的山沟沟里存续着一个100年前的天主教教堂，感觉还是比较奇特的，这也是驱动我们去往那个方向走的一个原因吧。看看这座100年前的教堂现在是什么样子。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哇，看见了吗？哦，哇，这个教堂就做到了那种整个村子最高的那个点。对，那我就停这块吧。哇！有人吗？没人吧？锁什么门呢？他这介绍说，这座教堂是用庚子赔款修建的，可以说原汤化原石。现在也是晋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天主教教堂。哦，但那边的屋顶能看到是有洞啊。也顺便介绍一下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包括南杜壁教堂在内，中国有很多教堂包括建筑实际上都是20世纪初利用庚子赔款建造起来的。最知名的当然是清华大学了，除此之外像国立北平的图书馆，还有山西大学的前身，实际上都是当时那个阶段利用庚子赔款建造的。除此之外，教堂、宗教这类的建筑也是庚子赔款非常重要的一个建造类目。国内有数十座教堂，实际上都是在1900到1910期间利用庚子赔款建造的。再往前倒呢，为什么利用庚子赔款建造了这些建筑？不是说庚子赔款有多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耻辱的事情。这也要向前再倒回到可以到19世纪中期当时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列强就进入了中国，所以传教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但实际上正好是19世纪的后半叶，清朝实际上是国力衰微社会矛盾也加剧，所以在1899年的秋天，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起初是反抗清朝的统治，但随着国内外矛盾的加剧，逐渐演变成扶清灭洋的主张，并且迅速在山东、直隶、山西等地蔓延。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个人觉得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其实也出现了很多极端的行为，比如不分青红皂白去破坏甚至杀戮一切有关西方的行为或人物，再加上一些相信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的愚昧思想，最终进入了一种极端的民粹主义的状态，也因此产生了很多滥杀无辜的行为。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在山西的太原教案，约150名西方的传教士，还有数万名中国本土的教民被杀害，这也是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的导火索。由于1900年是庚子年，1901年是辛丑年，当时签订的辛丑条约以及同期约定的庚子赔款，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回流到当时受破坏的教区，用于修建教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本土有大量的教堂是在1901年前后开始兴建，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来源于庚子赔款。这边还有一个好像是墓碑写的永垂不朽，天主教大司铎贺荣熙，光绪32年。
哦，这不是赫，对，它是大司铎赫荣西畅捐，但这谁的墓碑呢？里面有些字儿，但看不清。这完全是原汁原味的。准备简单的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哇，是一个中式的建筑，里面还挺大的，好几间呢。但是杂草丛生，都有洞了，然后用砖头简易的填补一下。从这边看真的是很中式，然后往远处延伸到教堂尖顶就很西式。这真的结合得很好哎。教堂当时属于不安教区。哇，这边你看全荒废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它这边是不是活跃的，有这种教区啊，一些定期的活动，可能比较难。你胆儿还挺大，最好找个人问一下。不是这个栏杆吗？行，结实了。出了新的花，新的草，焕发了勃勃的生机。你这应该进宣传部门。我感觉这个房间里没准有人，过会儿敲敲门。哎，你好。我们北京过来的。哦，好的好的，谢谢。哎，你好，可以开门是吧？能开门进去吗？那也是这还没来的，好嘛，快啊，咱把做了吧，快。快了是吧？哦。给他贴个，让你帮我们拍个照。哦。你用啥药？用啥药不？加上你的啥？啊，加上。咱这好的那啥不好，咱老光想说。然后我的伞，加。把这个。哎呀。哦，这伞坏了是吧？给我打伞。是。挺好。3、2、1。你就多拍几张，连着点。2、1。好，竖着也来。3、2、1。您是霍州过来的吗？我就是这个村。就是这个村的。对，我们是来这玩的。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像它不是1900年建的吗？当时为什么在霍州建这么大的教堂啊？得问他，他是我好像也没有研究过这，人家每周日好像还有神父，外村的那些人都会来做礼拜。这个在霍州算规模很大的教堂了，是吧？呀，我感觉这个就是最大的了。你看那边不是新盖了一个，就是我们邻村还有一个，那个好像就没有。这个是天主堂，那个是圣母堂。哦，就是我们刚绕了一圈，后面还有荒废的建筑，这个是。那后面原来是初中搬到那个义城去了。反正这个村里头基本上都是都是。也结婚的时候，有时候人家哇，那还挺浓厚的。人家那个结婚呀啥呀，有时候人家就在这个教堂里头举行那个仪式。我进去看一下。我们也看看，我们也看看。我要用你啥的？你赶紧进，你进等我用一下你啥？用我啥？你想进，一会儿就来了。一会儿来了，应该来了。他们这村还真是挺普遍的，你看全是这种什么家庭妇女啊，对吧？还都是当成一个精神寄托。说不出小之心。哟，越下越大。因为其实之前在欧洲上学的时候，就虽然不信教，但是也会去教堂感受这种氛围吧。包括有的时候一些弥撒、一些宗教的节日都会去。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啊氛围。也在叠一个 buff 啊，就是
这期拍摄的内容其实都是你，包括这边是中国合法的宗教场所和寺庙啊、道观什么都一样，所以也不涉及什么违规的东西。你审核员也别这个瞎搞，这都是合法的东西啊。五星红旗。对啊，五星红旗这个高高挂起嘛。教堂里面也都贴着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村子很多人都是信这个的嘛，都信天主教的。对，你看他们家门口就会放主次安康这样。对，是。回到车里说吧，下雨麻烦。我再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觉得有一点信仰挺好的，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还是社会主义和核心价值观，对吧？其实都是能给一些行为准则有一些引导，包括这些其实还都是劝人积极向上嘛。然后今天这经历也确实挺奇特，就是我来山西的一个预期更多是看一些国家级的文保单位、一些寺庙、道观什么的，也是不经意间发现霍州这一个小村子里还有这种这个天主教堂，确实是抱着更多猎奇的心态过来和 Carrie 去走访一圈，然后实际的感受还是挺好的。然后之后会去看一下洪洞的广胜寺，但广胜寺呢现在已经过了今天的时间，所以明天看，今天会找一个地方驻车等一下明天开门去逛一下。我向你保证，我这个人口碑还是很好的，那你就慢慢跟我处。